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！5年，整整5年，我终于等到另外一个穿越者了。我穿越了，还是一个弑君夺位的恶毒皇后。你就是妖后苏琪。那个，如果我说我不是，你们信吗？不是，杀了吧。哎，等等，我是。那就碎尸万段。什么？你这人怎么不讲武德？太后到！苏季还不能杀，为何？他腹中怀有陛下唯一的子嗣，就算要杀，也得等他生下孩子再说。有孕在身，没怀呀。怀了。那皇后娘娘可一定要保住这怀中龙嗣，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。一定。苏季，你别以为哀家是在帮你，若不是怕这江山落入商王手中，哀家早就将你碎尸万段了。按照原主的记忆，商王在封地拥兵自重，一直被皇帝跟太后所忌惮。如今皇帝死了，商王若是以拨乱反正的名义上位，名正言顺，难怪太后会如此紧张。假孕的事儿不能被商王发现，你得尽快还上身孕。我这上哪儿怀个孩子去啊？哀家会帮你的。啥？这是……你挑一个，今晚就把房圆。就这，换一批。你以为你还有的选吗？哀家不保你，你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不管了，豁出去。那就他吧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娘娘放心，不过是能保证您能顺利圆房的良药罢了。你是说，太后给皇后找男人侍寝？是，宫中眼线传出的消息。本王就觉得皇后这胎怀的蹊跷，果然有鬼。看来今晚有好戏看。等等，娘娘还有什么吩咐啊？
想不想玩点儿刺激的？王爷，宫中有刺客闯入，谁敢惊扰王爷抓刺客，杀无赦！刺激吧？哼，老娘才不想玩假怀孕那套。说，你为何会在皇后寝宫？王爷饶命啊！属下垂涎皇后已久，一时鬼迷心窍，才擅闯皇后寝宫。属下再也不敢了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此话当真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属下真的没有撒谎。不愧是太后阳公，这阵营。王爷，要不把皇后抓来，直接让太医问诊。先皇病逝，进入皇陵之前必须立储。1个月后的立储大典上，届时咱们就……这没跑2步路，怎么还那么热呢？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娘娘放心，不过是能保证你能顺利圆房的良药罢了。他该不会给我吃的是催情药吧？哎，王爷，您的头又翻了。老大，咱们就留王爷一个人，能行吗？要不你跟上去，你试试王爷会不会杀了你。啊，没想到这大半夜的，皇宫里还能有个男人，身材嘛也还不错。那边看看，王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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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可恶，本王居然被人给……
不管你用何办法，把玉佩的主人给本王找到。是。我记得这里好久没修过，塌了一块儿。顺着这棵树爬上去，应该能出。难道修好了？苏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逃跑！我没有。你当哀家是傻的吗？把他带回去，严加看管。是。李侍卫已经被商王杀了，需不需要老奴再找一个体魄强健的侍卫？不必，商王必定是听到什么风声，所以今夜才会突离。此时行事，不欲把把柄递到他手上。那怀孕的事，先装着，待到临产的时候，再找个男婴顶替。这棉花是不是塞得太多了呀？哪有那么大肚子？今日立储大典，娘娘最好管住自己的嘴。要是露出破绽，您最清楚会是什么下场。放心吧，不就是假怀孕吗？简单的很。商王，皇后刚刚说什么简单？完了，该不会被他听到了吧？没有啊。哦，我刚刚说大典这不快开始了吗？再不赶紧走，不赶趟。是吗？可本王明明听见和怀孕有关。王爷您听错了。果然有猫腻。太后懿旨，陛下薨逝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今封皇后腹中子嗣为皇储，在皇储诞生前，由太后代理执掌朝政。钦此。众爱卿平身。谢太后。太后娘娘，如今尚不知皇后腹中皇嗣是男是女，怎可轻易立储？不管是男是女，那是陛下留下的唯一血脉。难道李大人还有更好的人选？商王殿下贵为先皇幼弟，又秦王有功，老臣以为他更适合。那商王，你呢？臣以为立皇后娘娘腹中皇嗣为储君，确实更为合适。既无异议，那就……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椅子怎么塌了？回娘娘，这椅子的椅腿儿不知道被谁提前给锯掉了，承受不住力量，所以才……废物！怎么事先不好好检查一下？是奴才的错。本王看娘娘摔得不轻啊，还是赶紧宣太医看看。太医一把脉，那我假怀孕的事儿不就暴露了？不用薛太医，一点小疼而已，不影响胎儿。是吗？娘娘腹中可是陛下当今唯一的血脉，容不得半点损。依本王看，还是选太医进来瞧瞧，更为稳妥。对呀，皇储要紧，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儿啊！李嬷嬷，去太医院，请胡太医来。是。哎，本王突然想起来，这户部侍郎张钦张大人可是如医贯通啊。入世之前啊，被当地的百姓唤作神医。不如就请张大人先为娘娘诊治。
这不太好吧？老夫毕竟是外臣。张大人就别犹豫了，能有什么事儿比皇嗣更重要呢？太后，您说呢？皇后娘娘，那老臣就失礼了，还请皇后娘娘伸手让老臣替您诊脉。真的不用？不用。皇后如此抗拒就医，莫非是害怕被发现什么？还是说娘娘压根儿就没怀孕？娘娘说的是真的。商王是何意？难不成是哀家在骗你？本王自然不敢质疑太后，只是不敢排除皇后欺骗太后的嫌疑。难道正如商王所言，皇后压根没有怀孕？皇后要是怀孕了，那为何如此抗拒张大人给她诊脉呢？我看十有八九就心里有鬼。我没有。那就让张大人好好诊治一番。商王，你放肆！完了，这下死定了！张大人，怎么样啊？这是喜脉。娘娘这脉象确实有孕，娘娘腹中胎儿并无大碍，待老夫开几副安胎药，稍作调理即可。我真怀孕了？该不会是那个时候？你确定没诊得错？娘娘脉象滑实有力，并无大碍。商王，让张大人给皇后诊治的是你，如今质疑的也是你，怎么，你就那么想让皇后腹中的皇子出问题吗？本王不过是怕诊断有误，留下什么隐患就不好。既无异议，那哀家宣布，立皇后苏几腹中皇嗣为太子，在皇后生产之前，由哀家代理朝政。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平身吧。谢太后。李嬷嬷，带皇后下去休息吧。好险，差点就完犊子了。这是何物？这是李嬷嬷给本宫准备的护药，暖宫用。可本王怎么瞧着娘娘这肚子好像小了不少？有吗？让本王想想。陛下薨逝之前卧床1月有余，娘娘这身孕应该是在这之前就怀上了，算算日子应该有3个月。张大人，这孕肚是3个月该有的吗？商王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太后还不明白吗？娘娘肚子里可不是陛下的血，而是和某个野男人私通怀上的野种。这成何体统？娘娘不承认也没关系啊。慎刑司有上百种刑法，总有一种能让娘娘开口。来人！王爷，谁敢？王有何不敢？我怀的确实不是陛下的孩子。苏几，是商王你的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说我胡说八道了？你能怀疑我，我就不能怀疑你吗？陛下对本宫有多么的偏爱，各位应该都略有耳闻吧？后宫佳丽3000，那陛下是独宠我一人啊！虽然皇上有病在身，但又不代表不能生育，所以我这皇嗣啊，
就是在服侍皇上的时候怀下的，所以1个月也正常啊。这男子生病确实不影响生育，只要元阳不受损即可。唉，我真是万万没想到，商王会怀疑我呀！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，那我只能带着我的皇嗣去地下，替各位找陛下求证了。商王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？若是皇嗣有任何问题，哀家唯你是问。难道皇后真的被冤枉了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带皇后娘娘下去诊治！皇后娘娘，等等，商王还想做什么？自然是带皇后去瞧太医。本王可不想落个害死皇嫂的罪责。蠢货，还不快跟上去！是。这皇后倒是比本王想的聪明。看似起步很猛，实则故意找了个避开大臣视线的柱面撞墙，在撞柱面之前还不忘用手挡住额头。太后阴险毒辣，不值得你如此卖命，不如和本王合作。说的好像跟你很行一样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本王狠还是太后狠？皇后日后自会见分晓。你他妈就是故意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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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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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娘娘好生休息，本王就先走了。有病吧！你说，商王知道苏几装晕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二人还十分亲密。没错，老奴当时瞧着他们都快亲上了。老奴怀疑这皇后怕是早就跟商王勾结到了一起。苏几是商王上位最大的阻碍，他们二人怎么会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娘娘难道忘了，这苏几一心想要逃出宫，跟您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，说不定商王允诺了他什么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如今立储已经结束了，不是先王即将入陵吗？哀家本打算借着送葬的时机除掉商王。若是那苏几有不臣之心，那哀家也不介意将他一并除去。
宫里的眼线来信，陛下暴毙，商王正跟太后因立储之事争得不可开交。一切果然如徐姑娘所料，本王只需在这边关坐山观虎斗即可。老娘可是穿书而来的天选之女，对这本书的内容当然了如指掌。徐姑娘可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？据我所知，经此一战，商王与太后的矛盾会被彻底激化。这下一步，太后会将炸药设置在陵寝，商王也会因此元气大伤。当真？商王一旦示威，您便可以带兵入京，然后堂而皇之地进入朝堂，代替商王的位置。至于太后嘛，您只要掌握了她炸灵堂的证据，王爷又愁有什么拿捏不了她的。可本王只是位异姓王，就算入京，也不能继承皇位。王爷啊，您难道忘了吗？皇后苏锦现在腹里怀的可是皇嗣，王爷您觉得挟天子以令诸侯有何不可呢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王爷您现在要做的是等待时机便可。瑞王可是本书的天选之子，最后登基称帝的也是他。所谓的商王太后，不过是他的踏脚石罢了。王爷，如今皇后有了身孕，您看要不要找机会把这孩子给做了？先不急，如今朝堂上下无数双眼睛盯着本王，一旦本王有所动作，一定会被人察觉。对了，让你查的人有消息了吗？啊，是查了，不过……哦，属下查清楚了，那块玉佩啊，乃是当年波斯进贡的金丝玉，能有这块玉佩的，只可能是皇室中人。哦，您说会不会是九公主？公主和本王乃是兄妹，怎可肆意妄言？王爷恕罪，属下只是认为，如今皇室中心只剩九公主一个女人，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王爷您别忘了，在皇室中，除了九公主跟您有血缘关系之外，还有一个女人跟您没有血缘关系。难道是太后？不是跟您没有血缘关系吗？你还跟我太后？你才太后！你才个太后有一腿！你太后！太后！非逼本王动手。王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皇宫，你查不到，我亲自去查。王爷，等等我！哎呀，啊！这都抄了一下午了，还得抄多少啊？太后娘娘说了，在先帝下葬之前，娘娘每日都要抄满100遍经书，向先帝赎罪。什么100遍？那个，我这就抄，这就抄。不行，真超过100遍，我还不得累死啊！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只要我去拿经书的时候假装摔倒，不就能请假休息了？嘿，嬷嬷，我换本经书抄。哎呀！太乙真人，这不是现代的东西吗？古代怎么会有呢？难道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别的穿越者？皇后娘娘，你拿本经书还要拿多久？嬷嬷，请问这个地方平时都会有谁会来呀？自然是皇子公主们，平时犯了错，
都会被太后娘娘惩罚到这儿抄写经文，自我反省。皇子公主，苏吉，你让本公主好找。公主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苏吉，你害死我二哥，我母后不处置你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九公主是先帝异母同胞的妹妹，看这架势，是要替先帝报仇了。公主，千万别冲动啊！苏吉现在怀有皇储，千万动不得啊！今天谁也别拦住我！本公主今日就是要苏吉，你命偿命，给我按住他！一群废物，连个人都按不住！去你妈的！苏吉，你疯了吗？你居然敢打本公主！打我撒！你打我撒！老娘，皇后，打你区区一个公主，我还要挑日子不成？再说了，九公主意图要谋害我的孩子，我这叫正当防卫。什么狗屁皇储！谁知道你肚子里怀的是哪个野男人的种，还敢冒充我皇兄的孩子！闭嘴吧你！太后已经当着众大臣的面封我肚子中的孩子为皇储，你一口一个野种的叫着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在怀疑太后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就赶紧滚！以我现在的身份，就算杀了你，太后能拿我怎么样呢？这个人这么蠢，看着不像穿越者，那看来画太乙真人呢，就另有其人了。我杀了你！九妹，都及笄了，形势怎还如此？四哥，皇后娘娘，可有伤到啊？没有哈，没有。九妹，给皇后道歉。四哥，你说什么呀？你让我给这个女人道歉？你忘了她做了什么吗？本就是你有错在先，我数3个数，你若是不道歉，我送你去慎刑司学学规矩。完了，头好痒，要长脑子了。这还是之前一心想置我于死地的商王吗？那个不用道歉也可以，只要九公主以后不来烦我就行。3、2，对不起，没吃饭吗？对不起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回去告诉母后，让她替我做主。哼！岂有此理！这二人如今装都不肯装了，竟敢公然勾结在一起！娘娘息怒。起来。娘娘，老奴觉得不能再忍了。苏锦若真的和商王勾结在一起，若不趁早除掉，日后必成大患呢。而且瑞王在边境也虎视眈眈，这各方势力都可能影响娘娘独揽朝政大权啊！你说的对，先下手为强，咱们务必想个周全的法子，务必一击即中。李嬷嬷，你可有什么主意？娘娘，先皇出临之日，商王和苏锦必定会随行，我们可在此中安排。这倒是个机会，但务必要保证万无一失。若是没有把商王干掉，那瑞王那边也得多加警惕。哀家不能让这2个绊脚石坏了哀家的好事。娘娘放心，老奴定会精心安排，绝对不会出任何岔子。到时候这天下就尽在娘娘的掌握之中。好，此事就交于你去办，记住，一定要谨慎行事，绝不能让任何人察觉。娘娘放心，老奴明白，定不负娘娘所托。难得太后肯放我出，
这个是我逃跑的好机会。停车！怎么回事啊？我想拉粑。啊，本宫想如厕。皇后娘娘，这里离驿站只有几里地，要不忍一忍？不行，很急。扶风。是。原地休息。跟我走。娘娘，好了吗？哎呀，你们在这儿，我这拉不出来，便秘。还没好吗，皇后娘娘？完了，皇后不见了！太好了，终于要离开皇宫这个鬼地方了。可都安排好了。按照太后的吩咐，地宫已经提前埋好了炸药，只要等商王他们一行抵达，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是谁在那儿？嗨，李嬷嬷，好巧呀！皇后娘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我出来溜达溜达，这林子太大了，迷路了。那娘娘刚才可曾听到什么？这风这么大，能听到什么呀？没听着。是吗？哎，等等，李嬷嬷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肚中还怀着皇嗣呢，您不能这样。皇嗣？哼，娘娘该不会把这野种真当成皇嗣了吧？一个将死之人，我不怕告诉你，只要商王一死，太后娘娘彻底没了隐患，想从宗祠里过继哪个皇子都行。你们这是过河拆桥！什么过河拆桥？皇后娘娘不是早就跟商王勾搭在一起了吗？事到如今还装呢！商王，别让他跑了，追！娘娘，本王就先走。九妹，给皇后道歉。我明白了，之前商王那些反常的举动，都是在挑拨我跟太后的关系。只是没想到太后比我想象中翻脸更快。我该不会真的要命丧于此了吧？是他。别杀！差点忘了，我现在可是商王的眼中钉，他恨不得找机会除了我呢。我知道太后的计划。什么计划？太后她……不行，我把计划说完，商王还是会杀了我。皇后怎么样了？那大夫说是有小产征兆，才会昏迷不醒。好，等她醒了，把太后的计划问出来，然后杀了她。是。好家伙，这个商王果真是冷酷无情啊！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保住小命要紧。排除掉九公主，
皇室里也就只剩下商王跟瑞王了。哎呀，不管了，豁出去！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！5年，整整5年，我终于等到另外一个穿越者了。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？Hello, thank you very much. Hello, thank you very much. 啊，打我吧！吃火锅不？这是要铁锅炖苏锦？你这说什么？这是我商王府待客的最高规格大火锅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量大管饱。下呗，饿了。还吃？所以哪吒2上了？上了呀。人心中的成见就是座大山，申公豹竟然是个好人。巨头狗，你给我死！气死我了！这气的。算了，反正我也看不上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穿越过来的？嗨，我就坐在我家的那个4号私人豪华游轮上，喝着82年的拉菲，吃着神户的牛排，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，它飘啊飘啊飘啊，就穿越了。所以你都穿越过来了，为什么还要延续商王这么残暴的样子？你就不能扭转一下乾坤吗？老弟，你不懂，在皇宫这种勾心斗角的地方，我不得有这个雷霆手段吗？对不对？不然早被太后扒皮抽筋。还好本王英俊潇洒，足智多谋，这才掌控了局势啊！还是够装的。哎，那你呢？你怎么穿越的呀？哟，你这真问到我了，我就脑子一昏一晕，就啥也不知道。可能是猝死的吧，也可能是困死的。喝酒。哎，你说到死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太后埋了炸药，想把咱俩给炸死。什么？哎呦，别激动，哎，坐，这都是小事情，我看过书的呀。所以咱们只要找到李嬷嬷，把这个事情给审讯出来就好了呀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死不了。唉。王爷，哎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本王突然觉得十分劳累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哎，王爷，王爷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王爷这脉象跟皇后娘娘相似，竟然
竟然像是小产！你这庸医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女人才会小产，我们家王爷可是男人，男人小产，老夫也是第一次见。但是这脉象确确实实是小产之兆。王爷，您是否感觉下腹传来坠痛，时有痉挛，身子还十分乏力？那就是了。王爷，小的给您开几服安胎药调理一下。是，小的告退。王爷，您不会是一个……我劝你想好再说。我不说了。不过，王爷一个大男人，怎么会有小产的征兆呢？哎，王爷，您还记得5年前那苗疆圣女说的话吗？苗疆圣女，这赤尾伏毒乃我族圣物，一旦破身便会分化，同他生死捆绑。他生你生，他死你也得死。当初他求爱不能，便给王爷下毒，试图跟您捆绑在一起。这虽说未能得逞吧，但是这毒却一直留在您体内。像您如今这样的情况，确实很像赤尾伏毒分化后的症状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晚夺走我第一次的女人，现在正在小产。应该是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上哪儿去找一个小产的女人呢？那个，有事儿吗？这个玉佩是不是你的？我好像有这么一块玉佩。这个玉佩是工人捡到的，我就想着可能是你的，所以就问问你。如果那晚的女人是苏锦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她腹中的孩子？陛下对本宫有多么的偏爱，各位应该都略有耳闻吧？后宫佳丽3000，那陛下是独宠我一人啊！虽然皇上有病在身，但又不代表不能生育，所以我这皇嗣啊，就是在服侍皇上的时候怀下的，所以1个月也正常啊。也不一定。不管怎么样，为防日后生事，还是不要让他知道他跟本王的事为好。王爷，这李嬷嬷拒不招供啊，我们能用的刑法全都用了，她就是半个字都不肯透露。这老骨头嘴也太硬了吧！嗨，就算李嬷嬷她不招供，又能怎么样呢？那皇陵门口那些炸药还有证据，能废了不成？父皇，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，你赶紧去皇陵门口把那些炸药撤出去，然后把证据收集回来，咱把证据摆在太后的面前，就算她退不了位，那文武百官也会对她失去信任啊。到时候咱们再顺道推一下摄政王的事情，这权力不就自然而然到了他的手里？哦，是，王爷。王妃，属下定不辱命。这个扶风吧，除了嘴巴不太靠谱，其他办事儿还是能信任的啊。这事儿也挺大，咱们还是小心点儿。是啊，对。皇陵那边，
还没有消息吗？禀娘娘，还没有。怎么会？算算时间，商王他们应该早就到皇陵了。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皇后回宫了，陪她一起的还有商王。太后娘娘，臣今日有事启奏。商王但说无妨。娘娘请看，这是我们在皇陵入口处发现的证据。娘娘的亲信武嬷嬷试图在皇陵入口安置炸药，意图谋害先皇灵柩以及我，还有皇后娘娘。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希望娘娘能给臣等一个交代。这定是有人陷害，哀家并不知情。事到如今，娘娘还想明白？李嬷嬷已经被我们抓获，证据确凿。娘娘，若还是抵赖，恐怕难以服众。竟有此事！这太后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！唉，太后娘娘，您这个行为实在是太不厚道了呀！您看啊，这先帝刚走，新帝未生。为了这大燕的江山社稷啊，臣恳请您主动退位，颐养天年。你们这是以下犯上！娘娘，若再执迷不悟，臣等只能采取强硬手段，到时候您的名声和地位都将不保。罢了，哀家这就退位。但你们要答应哀家，善待皇室宗亲，守护好我大燕的江山。娘娘放心，臣等必当竭尽全力。哎，你确定这个计划能行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明日朝堂之上，咱就这么干。你想啊，证据都摆在这儿了，他还能怎么样啊？他逃，咱追；他插翅难飞呀、这个位他不退也得退。好了，别愁眉苦脸的了。你想啊，明日朝堂之上，咱把这个证据往那太后脸上一甩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揭露他的狼藉之行。顺道，咱再提一下摄政王推举的事情，对吧？哎，来，为我们明日的胜利干杯！干杯！这么有心情，涮着火锅，喝着酒，哼着小曲儿。他们竟然还没被炸死啊！算他们有点本事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太后懿旨：瑞王屡立战功，于边疆之地奋勇杀敌，保我大燕安宁。今太后年事已高，精力不足，难以独理朝政，特封瑞王为摄政王，总理朝政大事。待皇嗣出生之后，再移交权力之未来皇帝亲政。钦此。臣谢太后恩典。众爱卿平身。谢摄政王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太后怎么把摄政王的位置留给了瑞王啊？这太后几个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这太后搞什么鬼。今日起，本王将总理朝政，
为了大燕的繁荣昌盛，本王将颁发一系列新政。首先，削减各地冗余的官员编制，淘汰庸碌之辈，以减轻朝廷财政负担。其次，鼓励农桑，新开垦的农田3年内免征赋税，以促进农业发展。再者，加强边境军备，扩充军队规模，以防外敌入侵。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这怎么快去请走啊？那皇陵之事，现在问这些还合适吗？众爱卿，快请起吧。谢瑞王。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近日李嬷嬷犯下大错，她处心积虑，私自购买炸药，意图对先皇陵寝不敬，犯下滔天之罪。本王已查清此事，为正国法，已将李嬷嬷就地正法。他怎么可以这么快呀？他抢先了一步处理了李嬷嬷，断了我们的线索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做的。3日后才是朝会，瑞王如此贸然进宫，莫不是边关又告急了？哼，儿臣带来的可比边关急报更有趣。太后不妨看看，这匣子里装的可是您最珍爱的东西。这是李嬷嬷与西南军械司往来的12封密函，每封都有太后您的亲印。皇陵入口埋了37箱火药，足够炸毁先帝陵寝。您说，这要是让文武百官知道，放肆！哀家何止！臣自然知道不是太后您的手笔。李嬷嬷已经画押，她说是商王之事。臣的虎贲军已过雁门关，3日后便可兵临城下。只要太后颁下那道旨意，儿臣保证，您能在慈宁宫安享晚年。你连李嬷嬷都不放过，这是她的福气，替太后承担骂名，总好过被商王千刀万。3日后朝会，儿臣敬给太后佳音。对了，那37箱火药，我已派人移到商王府地窖。诸位可知李嬷嬷临终前说了什么？她说，这一切都是商王指使。商王怎会做出如此大逆之事？李嬷嬷乃是太后心腹之人，若是商王所指使，瑞王仅凭一纸血书定罪，恐怕瑞王血口喷人。这是李嬷嬷用自己的心头血写着的证词。她说，商王承诺封她为诰命夫人，让她在皇陵埋下炸药，企图炸死先皇，嫁祸太后。这瑞王惹的太狠了，这剧情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？这剧情，我李嬷嬷诰命夫人。四哥，你这苦肉计演得可真好。哼，不惜让自己陷入险地，就为了坐实太后的罪名。证据呢？仅凭一纸血书，就想定本王的罪？这是从李嬷嬷的贴身香囊中搜到的，四哥亲笔书写的行动计划。四哥，你说这印鉴是真还是假呀？谁敢动我？哎，四哥，你看看殿外，
谁敢动王爷？太后娘娘，您看这……尔等放肆！哀家还没死呢。哀家以为李嬷嬷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好在先皇的皇陵安好，皇后和腹中的太子安好，想必是先皇在天有灵，护我大燕。可是太后，商王谋逆，证据确凿。摄政王，仅凭李嬷嬷一面之词，就定商王的罪，未免有失公允了。皇后也要抗旨吗？诸位爱卿认为如何？老臣以为，兹事体大，不可听信一面之词。商王功勋卓著，恳请瑞王三思。臣等建议此事还需交顺天府尹仔细查办，以免伤了大燕之本。我说也是啊。报！启奏，800里加急。什么？江夏突发瘟疫，死伤过半。瘟疫啊！瘟疫！诸位，本王收到800里加急军报，商王属地爆发烈性瘟疫，3日内已死3000人。怎么这样？此等瘟疫传播速度极快，快则3日，慢则7日，必死。瑞王，敢问此病有何应对之法？这是商王属地传来的求援信，因为商王封锁属地，致使疫情失控。瑞王，本王属地分明相安无事，是你谎报军情。这是本王的亲信绘制的商王属地的感染分布图，看这蔓延路径，分明是从商王府开始的。四哥，本王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即日起，你以戴罪之身前往江夏抗疫，若能控制疫情，本王既往不咎。四哥，你说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呀？我们不是穿越者，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对呀，我们不是知道故事的结局吗？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对呀，你不是知道故事的结局吗？那为什么结局会变成这样呢？对呀，我们的结局啊，在皇陵就被太后炸死了呀！不是，我问的是整本书的结局。哦，那不，瑞王把证据甩到了太后的面前，然后逼太后退位，自己就当上皇上。可我们不是改变结局了吗？我们不是派扶风去收集了证据，还抓住了李嬷嬷呀？这样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瑞王在原书中也找到了这些证据，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嗝屁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还是按照原书中的剧情找到了这些证据呢？哦，也就是说，瑞王赶在扶风之后找到了李嬷嬷，然后严刑逼供，拿到了证据。然后在我们回去的路上，他们也快马加鞭，提前找到了太后，并且把这些证据甩在了太后的脸上，逼太后退位，太后无路可选，所以只能把摄政王的位置让给了他。瑞王成为了摄政王，他就对我污蔑展开了4连击，所以他把李嬷嬷的屎盆子全都扣在了你的脸上，还伪造了你的印鉴，让满朝的文武都大吃一惊，最后更是使出了瘟疫这一杀手锏。他甚至还说我要封李嬷嬷为诰命夫人。
不好意思，这不是重点。所以，经过了这3连击，那你完了呀！你就不管之前有多少的功劳呀、功勋啊，都无济于事了。你在没有证据之前，唉，简直就是黄泥巴掉裤裆啊！这瑞王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靠，他不会也是个穿越者？他也是穿越者。对啊，你想啊，虽然徐岩在书中是穿越者，但他都是按照书中剧情走的呀。如果我们不去干涉这些东西，他还是会按照原剧情走的呀。但是我们现在打乱了计划，瑞王他还全部知道咱俩的计划，简直把咱俩拿捏得死死的呀！在原书中，瑞王要干掉你，要干掉我，然后干掉太后，然后上位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滩水给搅浑了，那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一切计划的呢？那就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他是穿越者，还是比咱段位高很多很多的穿越者，要么他就没头。瑞王他有头发呀。通明绝顶啦！好冷。报！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属下查清楚了，咱们属地确实爆发了瘟疫呀！患病之人起初发热、咳嗽、浑身乏力，就好像被抽干了力气般，而紧接着便会呼吸困难，这胸口啊，好似搭了1000斤的巨石。更严重的，还会出现嗅觉、味觉减弱甚至丧失的情况。王爷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啊？这症状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新冠肺炎！完了呀！新冠肺炎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比当年的非典还要更严重的一种疫情，一种瘟疫，传播力极强啊！穿越者、徐岩、瘟疫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联系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王爷，就算商不臣和苏几再聪明，也不会想到我们用这一招。你可真是本王的福星。你怎么知道这法子可行？为王爷付出是奴家应该做的。你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王爷，你还信不过奴家吗？能控制得住吗？王爷，有了这等煞气，他商不臣就算是不死，也必定会残废。到时候这种疫情可不是他能控制得住的，他和苏几必将会感染，除非有我的解药，不然他们必死无疑。就看这次商不臣是死还是不死。等他一死，这天下便是我们了。到时候本王登上皇位，全听王爷安排，奴婢只盼着能一直陪伴王爷左右，共享着荣华富贵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些百姓太可怜了。5年前我穿越的时候，瘟疫还没有发生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那个春节，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全城封路，全村都封路，每个人都被迫关在家里，不敢踏出门一步。然后呢？然后怎么样？当时整个医院都被患者挤满，人满为患，医生们不顾自身安危，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。可是还是有很多医生因为感染而牺牲了。这3年里，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大家都被困在家里，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，买菜都要靠社区统一配送，每天都要过得小心翼翼。只要听到有人咳嗽，
就会心惊胆战。一旦出现咳嗽症状，紧接着就会高烧不退、腰酸背痛、喘不过气、心跳加速。很多抵抗力差的人都没能挺过去。然后呢？这场瘟疫是怎么被解决的？靠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靠的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抗疫。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的。我们把染病者统一安置到一个地方，进行集中救治，未出现症状者立即进行隔离观察，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。同时，我们调集全国有能力、有经验的医生，共同研究治疗方案，一定能找到应对这场瘟疫的办法。扶风，通知各地官府，全力配合，把感染者和未感染者分开，还有广贴黄榜，招天下名士，共同商讨救治之策。是。我们不能让这些百姓白白受苦。你先安排救援，我去找一下瑞王。哟，这不是苏皇后吗？姐姐突然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瑞王呢？摄政王他日理万机，现在正处理内务呢。你一个先皇的妃子，不在后宫安分守己的待着，跑来瑞王府干什么？姐姐说这话倒是奇怪了。得道者升天，我要去哪，还轮得到姐姐来管吗？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。我来这儿只问你一件事：新冠肺炎的病毒是不是你带来的？什么新冠肺炎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别装了！我问你，新冠肺炎的病毒是不是你带来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新冠肺炎的？果然是你。我是谁不重要，现在马上把疫苗交出来。好啊，我还真是没想到你也是穿越者呢。想不到在这古代还能碰见熟人呢。现在不是扯这个的时候，赶紧把疫苗交出来，救人要紧。救人？他们是人，那我呢？你知道我受了多少苦？你知道我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对我的吗？他们打我、骂我、凌辱我，我每天生活的连畜生都不如。我每天生活在惶恐之中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拖出去斩了。我好不容易爬到现在的高度，可又有谁心疼过我？所以，你就让百姓用自己的生命来满足你的私欲，伤害你的又不是他们。现在交出疫苗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不把你和商王扳倒了，你觉得我能安心？只有把你们扳倒了，我在未来才是高高在上的皇后。到时候，我还用得着你说既往不咎吗？就算你成为皇后，踩着尸体上去的位置，安心吗？全城的百姓用生命来弥补你的过去。我们明明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你的人性呢？良心呢？良心？你经历过我的苦，你要是没经历过，就少在这假惺惺的说教我，简直不可理喻！赶紧把疫苗交出来！我再说一次，回头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告诉你，来不及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放弃寻找疫苗。既然徐岩这里突破不了，那就只能从瑞王下手了。他是这场阴谋的关键人，也许能从他那里寻找转机。站仔细点儿，好，来，这边过来，我亲一亲。你有没有看见我妈妈？只找到这些。好，记住，
一定要抓紧时间把病患安治好，千万不能让疫情再扩散了。王爷，是摄政王。哦，摄政王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不是皇后娘娘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摄政王，您知道现在疫情有多么严重吗？如果没有高科技的医疗水平，这场疫情将严重到无法控制。高科技就是高超的医术。娘娘此行是想跟我说，这场疫情传播速度极快，一旦爆发，医疗资源会紧缺，社会秩序会混乱，到时候整个国家都会尸横遍野。照您这么说，确实非理是。当然，危言耸听，这场瘟疫分明是商不臣在藩王属地引发疾病，而后隐瞒不报，这才导致疫情扩散，尤其是江夏一带尸横遍野，这难道不是他的过错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这些男人怎么还想着权谋斗争，不顾百姓的死活？娘娘如此为疫情奔波，莫不是想给商不臣求情？这场疫情关乎天下百姓的安危，不是你用来打压政敌的工具。本王在官场沉浮多年，这场瘟疫最多只会在藩王属地闹腾。我已派人封锁所有出入口，连只苍蝇也飞不进来，商不臣也不例外。您这是让所有人都在那里等死吗？是我想这样吗？我只是不想让疫情扩散到其他地方，我这是顾全大局。不过皇后娘娘怀着皇室的子嗣，这才把您放回去。不愧是一代妖后，这小脸蛋儿真是水灵。简直不可理喻！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场疫情会让多少百姓失去生命。你好了，娘娘请回吧，本王还有正事要处理。我听说啊，商王6岁的时候就聪明伶俐，这回啊更是不得了。对呀，那商王6岁就能赋诗，可咱这瑞王6岁还笨手笨脚的呢。我还听说啊，他母亲是皇上和一个丫鬟所生，这血脉都不纯，哪能跟人家商王比？对呀，你看，你要好好的，母亲不能陪你了，你以后一定要坚强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不要走，母亲，不要走，母亲，母亲。你们都该死！你们对我和母亲的羞辱，我都记得。太后，还有商不臣，你们一定会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母亲，你放心，他们一定会得到应有的下场。你怎么这么严重了？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没你的事儿，快回去。这几天疫情越发严重，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人，抵抗力差，已经走了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救不了他们啊？
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为什么呀？没事的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们？别着急，着急也没用啊！别忘了，我们是穿越者，虽然我们笨吧，但是我们可是有华夏上线5000年的文明，总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要我们一起来面对，都没有问题的。我去找了徐岩和瑞王，病毒是徐岩带来的，他有可以救助这个病毒的疫苗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打过来。我明明有办法救这些百姓的，但我为什么做不到？曾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现在都被病痛折磨着，我却无能为力。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就这个样子了？如今形势已经就是点小感冒。你发烧了没有？啊，有没有发烧？那个，生活苦闷，走，喝点小酒去。谁现在还有心情喝酒啊？烦闷的时候嘛，总要找点乐子，喝点酒，解解压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神医，明天就到。据说他在6年前的抗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真的？那我骗谁都不能骗你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大傻丫头你，你看看你，脾气差，不讲道理，性子还虎。谁虎了？走，喝酒去。这个，咱们这是疫情期间，条件艰苦，就喝点这个小毒酒，吃点这小甜菜。就咱俩这关系呢，要是在穿越之前，我好歹给你开一瓶罗曼尼康帝。现在，我要喝黑桃 A。出息，下辈子。挑三拣四，辣，酒喝就不错了，来。哼，太对。怎么了？我脸上长痘了。这个玉佩你认识吗？大哥，
你都问了我好多遍了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到底有什么这里说的？那天晚上是你吗？那个，来喝酒。这是最后一次喝酒了。为什么？嗨，老娘这身板子还哇，我算是想明白了，以前不是你的孩子你就不管，现在是你的孩子你就不让我喝酒啦？不是我，哥俩好。管上了你。你小子是在嫌弃老娘吗？但是我又晕了。咱们在这儿举目无亲的，你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！万一我怎么可能倒下？我外套呢？我靠，中招了！我就睡一会儿，哎呀！哎呦，喝多少呀？这是山不山？醒醒啦，起床啦！山不山？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山不山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你醒醒！你醒了。我只是跟他中了小招。怎么可能？走开！走开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王爷怎么了？废什么话！去找柯医啊！哦，快去拿！快！山不山，山不山，你醒醒！山不山，慢点。父风，王爷找的那位神医到了吗？啊？什么神医？王爷没跟我说过。原来你在骗我！
根本就没有神医。你说有神医，不过就是安慰我罢了。所以你知道自己中招了，才会陪我那么开心的喝一顿酒。不想让你靠近我，所以才不亲我，推开我。既然你选择生灵涂炭，视人命为草芥，那我就和你们斗到底。哟，皇后娘娘大驾光临，稀客呀！怎么样，疫情控制的如何了？怎么，我堂堂皇后娘娘驾到，连个座都不配吗？好，皇后娘娘挺着孕肚，确实该坐。我这大老远从疫区跑到京城，连口水都没喝。怎么，王爷这是连口茶都不舍得给我？看在是皇后娘娘的份上，来人上茶。皇后娘娘，听闻商王在江夏治理疫情，效果不佳呀，造成了很多百姓流离失所，遍地哀嚎，横尸遍野。徐颖，自己做的事情你还有脸说？皇后娘娘，这明明是你们治理不佳，怎么会赖到我头上来呢？唉，天下黎民百姓受苦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商王，他迟迟不处理，等到事态扩展严重之后才处理，我又能奈何？摄政王，疫情一发不可收拾，对你我、对国家、对天下苍生没有一点好处。百姓民不聊生，家庭支离破碎，你们却为了一己私利袖手旁观、推波助澜，你们的良心何在？你们对得起这天下苍生吗？还天下苍生，说的好像你多高尚一样。这是你们自己选的。皇后，你太放肆了！你个贱人，竟然把嘴里茶水往我身上泼，简直是恶心至极！徐言，你是真的不知道这个疫情的传播力有多强吗？它可以通过空气、唾液迅速传播，所以今天只要咱们这儿有一个人有病，那这一屋人都逃不掉的。这个病毒，它会侵蚀你们的身体，一点一点，直到你们死去。你是说，你刚才泼的茶水里有新冠病毒？怎么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们不是一直很得意吗？既然你们如此丧心病狂，想用这场瘟疫来除掉商王，那我也让你们尝一尝被病毒感染的滋味。徐言，现在知道这场疫情有多严重了吗？野孩子，大人。孩子，别怕，此后苗疆女时常照顾我。一天，苗疆女突然病重，她将我叫到床边。孩子，如果有一天你碰到强大的对手，就把他给放出去，他会带给你100万大军。我是为了对付商王，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。
我本以为一下就可以剿灭他所有的势力，可是我没想到，蜀地百姓都中招了。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。啊！你这个贱人！你是说你根本就没有解药？我没有。你说，病毒是苗疆少女给你的，但她没有给你解药。是。别哭啊，哭得多丑。一定会过去的。没事儿，我一直在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不要，不要。沈不成，沈不成，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。你说好的，要陪我一起走到底的贱人！就是你，你还……报应，这都是报应。你说要陪我一起的呀？这场瘟疫如洪水猛兽席卷而来，祸及全国。瑞王、徐延、太后，这些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人，终究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。这一年的夏天，天空仿佛被点燃了一般，大旱降临，温度高达45度以上，大地干裂，庄稼无收，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绝境。然而，奇迹却在不经意间发生了，连日的高温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病毒。
那些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人们，也在自我抗体的生长中，身体开始逐渐好转，他们的症状慢慢消失，脸上重新焕发出了生机。好了，终于好了。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哀家老了，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母后放心，儿臣定当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勤勉治国，广施仁智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定要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儿臣还会整理朝纲，严惩贪官污吏，使朝堂清白，使国家繁荣昌盛。母后，母后！我的天哪！我刚刚是做了一场梦吗？哇，这梦也太真了吧！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卡，来修补修补，来，快修补修补！来，各部门动起来啊！别不要动，过去找出来了，慢点，哎，你轻点，快点拿过来。这后可以，挺好看的。弄好了没有？叫出来了，不错，行。你就是妖后苏琪。如果我说我不是，你们信吗？没错，我是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整整5年？你说我要不要把你随时玩断？